翌日，叶晨与萧初然、董若琳三人便按照原定的计划乘飞机返回金陵。叶晨特地约了贺远江和韩美琴夫妇，想明天当面跟他们聊一聊塔瓦纳演唱会的事情。于是，在把萧初然送回家之后，他便借口洪武找自己有事，从家里出来，去了天香府。而贺远江与韩美琴已经在此等候，洪武在门口等着，待叶晨来了之后，便亲自陪他到了钻石包厢，而后说道：“叶先生，我先安排人上凉菜，您和贺教授、韩教授先聊着。”好，叶晨点点头，与贺远江、韩美琴打招呼道：“贺叔叔，韩阿姨。”贺远江笑着说道：“叶晨，你刚从日本回来就约我们见面，什么事这么着急？”叶晨道：“有2件事情要跟2位聊一聊。先说第一件事，我这次在东京见到了费小姐，她给了一些长鹰汽车未来车型选择上的建议。她觉得我们最适合拿来做首款车的车型，应该定位为中性的中大型运动轿车，不知道2位怎么看？”韩美琴笑道：“我不懂汽车，不过远江好像也是这个想法。”对，贺远江点头道：“我们把高恒的车型都拿过来了，但他们都是比较另类的跨界车。经过讨论之后，大家都觉得那些跨界车型不适合我们长鹰汽车的定位和规划，所以我们一共在设计的有3款原型车，一款是家用大5座 SUV， 一款是6到7座 SUV， 还有一款就是您说的这种中大型运动轿车。而且我们也确实准备首发运动轿车，把 SUV 车型当做我们的第2和第3款车型。”叶晨笑道：“那基本上和费小姐的观点不谋而合。不过我有一点比较担心，我们这个定位会不会跟目前大火的雷米汽车形成直接竞争？”会，贺远江道：“我们目前就是把雷米汽车当做我们的首要竞争对手。雷米汽车有很多值得我们参考和学习的地方，不过我们还是会在定位相同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差异化的竞争。雷米汽车的整体投资大概是我们的20%左右，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使用比他们更好更高端的制造设备，不增加生产材料成本的基础上，增加我们汽车的整体竞争力。除此之外，雷米汽车的产能是他们发展的一大阻碍，现在的交付周期已经接近半年，如果新车上市的话，交付周期会拉得更长，这一点我们会比他做得好一些。”说到这里，贺远江继续分析道：“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杀手锏，就是 AI。目前我们的 AI 算力绝对是全世界所有车系里面最高的，甚至把它们全部加起来都比不过我们。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的车辆接入我们的 AI 模型，每一辆车能够分到的算力会远超现阶段汽车终端的最高算力。所以我们有机会打造出最好的智能驾驶系统，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整体竞争力就会有足够的支撑。”好的，叶晨满意的说道：“既然你已经成竹在胸，那我们就来聊一聊第2件事情。”说着，叶晨卖了个关子，问他们：“不知道2位对塔瓦纳斯维特有没有什么了解？”韩美琴笑道：“是那个大明星吗？大歌手，他很火的，我有的时候也很喜欢听他的歌。”贺远江道：“我听的不太多，不过以前知秋很喜欢，被动的也跟着听了一些。”叶晨笑道：“我接下来要跟2位商量的事情，就是如何让长鹰汽车在华夏承接举办20场塔瓦纳个人演唱会。20场。”经济学出身的贺远江在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震惊不已地说道：“我之前看到过一些财经方面的文章分析了这个塔瓦纳在新加坡的几场演唱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我看到具体数据的时候，我是非常叹为观止的。他的演出已经不只是卖票、广告、场地和餐饮那么简单，他可以拉动很多粉丝，不远万里的过去看演唱会。虽然只是为了看一场几个小时的演唱会，但是他们会带来大量的交通、住宿以及餐饮、购物等消费。如果他能在华夏开20场演唱会，那对咱们国内的经济也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说完，他忍不住问叶晨：“
我好像听说这个歌手还没来华夏举办过演唱会。咱们长鹰汽车也不是专业的演出承办公司，咱们有这个能力邀请他过来吗？叶晨笑道，我已经和他以及他背后的经纪公司达成了协议，未来的几年时间内，他至少要为我圆满50场演唱会。但是我不准备连续把50场演唱会全部开完，咱们今年先开20场看看效果。贺远江惊喜不已地说道，那这可太厉害了，20场演唱会，咱们先不说它能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单就广告效应来说也是无可比拟的。对，叶晨点头道，这20场演唱会将由长鹰汽车独家承办，长鹰汽车独家冠名。我的意思是，干脆我们其他的广告都不用卖，所有的广告位全部都用来展示长鹰汽车的品牌名称和 logo。贺远江道，那这样的话，无形中会损失很多广告收入吧？如果他的演唱会出场费报价太高的话，损失了这部分收入，会不会收不回成本？不要紧的，叶晨微笑说道，这20场演唱会不收取我们任何费用，所以我们只要负责场地成本就可以了。以他这种体量的明星，我们也根本就不需要花1分钱宣传，只要官宣了，只要他官宣要来开这20场演唱会，国内所有的媒体都会轮番报道，而且是在头版头条报道。贺远江激动地说道，那这可真是太好了，只有顶尖明星的演唱会，后续的长尾效应也是非常可怕的。经典演唱会时隔多年，人们还会津津乐道，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广告效应也将随着演唱会的长尾而不断延续。一旁的韩美晴思考片刻，开口道，如果由我们长鹰汽车来承办这些演出的话，我们首先需要一整套完整的演出承办资质，从演出申请审批开始，就要确保所有资质一应俱全，涉及到国外演艺人员的演出要求应该还会严格一些，其实我们现在还不具备的。叶晨道，这个应该是韩阿姨所擅长的，您看应该怎么解决？韩美晴道，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买一个资质齐全的公司，买下来之后，不管它叫什么名字，我们都可以把它改成长鹰汽车演出经纪有限公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这个要找到合适的应该很快，就可以完成变更和改名手续。好，叶晨道，那就直接买一个现成的。贺远江想了想道，演出由我们来承办，票务方面是不是要找一个平台合作？叶晨摆手道，我不相信国内的任何一家演出票务平台，我担心他们会利欲熏心，做官方黄牛。贺远江问，您的意思是我们自己来做票务吗？对，叶晨道，来之前我想了一下，这次演出最大的考验应该就是票务问题。像塔瓦纳这种国际顶流，演出各项手续的审批肯定不会有任何问题。华夏现在也在大力支持国际明星来华演出，至于演出场地，这个也不用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这些年咱们华夏经济发展迅猛，国内的演出市场也蓬勃发展，2线以及2线以上的城市都拥有硬件极好的演出场馆，场地条件有了，塔瓦纳团队又是自带演出需要的舞美音响，所有硬件问题就都可以放心。我不靠演出赚钱，所以我希望票务发售的过程中不会有任何徇私舞弊，一定要公平，公平再公平。我们不但发售要进行公平的实名制购票，入场更要公平严苛地进行实名制审核，要做到哪怕观众2000买的门票，有人想花2万甚至200万加价收购，后者都没办法持票入场的地步。叶晨说到这里又道，既然要确保绝对的公平公正，所以我倾向于咱们自己做票务。我们可以开发一款软件，或者开发一个小程序来承载票务的销售。贺远江道，这种票务软件可能对瞬时流量要求比较高，很有可能开票的那一刻，全世界有几百万人同时涌进来抢票。如果我们现在临时开发软件或者小程序的话，想要承载这么大的瞬时流量，并且确保不出问题，可能会非常困难。一旁的韩美晴道，就算是我们官方来进行售票，并且是进行实名制售票，
我们也要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技术型黄牛。我之前研究一些内地新型案件卷宗的时候，看到过关于技术黄牛的案子。这些技术性黄牛会针对性地开发一些抢票软件，一些自己没有时间抢票，或者生怕自己抢不到票的观众，会把自己的个人信息交给他们，由他们放到软件里代抢。如此一来，他们的抢票成功率就会大大提升，而他通常会提前收取非常高昂的代抢费用。这种票成交之后也是实名制购票，并且是实名制入场，但黄牛依旧在里面赚取了大量的不法利益，并且也极大程度上的损害了其他观众的合法权益。